阿姐，相隔100年，你唤我前来，是愿意回到我身边吗？福叶，黑气肆虐，已然伤及无辜。我不能再眼睁睁看你继续下去。我尚未找到破解黑气之法，如今只能将你暂且封印。你骗我！没想到你叫我来是来封印我的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雪莲！乾坤有极。哎，快看，写的什么？悬赏令！哎，给我念念。玄门恶女宴回，刺杀国主，特寻勇士捉拿此物，取项上人头者赏1000金；夺回青丘秘宝幽冥赋者赏10000金；诛杀宴回并夺回幽冥赋者赏2万金。哟，2万金呐！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没想到我竟然是最便宜的。天耀，旁边有个人戴着粗制滥造的头套，想隐瞒自己的身份。他不会是认出了我，垂涎我的赏金吧？待在我身边，别乱走。常兰让青丘众人误以为你杀了大国主，而根据白晓生之前说的话，真正的大国主陈毅并没有死。若能找到陈毅，常兰的谎言便不攻自破，你便能洗刷冤屈。可陈毅究竟在哪儿？白晓生呢？他醒了吗？他或许知道此事。他怎么睡这么久啊？哎呀，什么都没办法问。集市上有种药草，可治昏睡之症，或可让他醒过来。也只能试一试了。哎，龙主20年前不就因为轻信玄门女人而受重创吗？如今竟然又喜欢上了一个玄门女子，还是如此穷凶极恶之人。哎，如此不辨是非的龙主，实乃我们妖族不幸啊！是啊，哎，老板，
劳烦给我一株醒参草。客官稍等啊，我这就给你拿。来，拿着。哎，你们是？我不卖，我这治病救人的草药，怎么可能卖给玄门的凶手？啊！玄门凶手，这就是杀害我们国主的那个玄门凶手，就是他，就是玄门凶手，对，他不是凶手，不是他杀的，他把龙主也蛊惑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我虽然没有本事抓你，但我却有本事不卖给你东西。当然了，你也不配做我的龙主。我就是烧了他，我也不卖给你。别烧，钱留下，走。通缉的是我，在他做什么？有能耐冲我来！等等！别打！别走开呀！不用跑了。他们都是些普通的妖怪，被蒙蔽了双眼，你不要跟他们动手。啊，这下可没人跟了吧？还有一个。又是他，他果然是垂涎我的身价，这么努力。看来只能动手了。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！我，千说，我，凤千说，你怎么弄成这样啊？别人耳目啊！啊，走吧，乾哥让我来接你们的。哎，我姐妹，果然天无绝人之路。只有广寒门的弟子到了吗？是，其余门派长老先回复，要等凌霄真人决议。我阿姐命星陨落后，玄门界无一血性之人。真人，齐丘那边来信。妖族现在知道怕了，给我们发来了一盒信，可有勇士愿意随我一同入青丘，会会他们。我等坚决跟随。去，把这封议和信昭告给玄门，让那帮懦夫看看。是。就这儿啊？嗯。你好歹也是堂堂七绝堂堂主，像算盘精一样的人物，怎么到了青丘，让我姐妹住这种地方啊？你懂什么？走吧。请。这不是望雨楼吗？我之前堂堂一个七绝堂堂主，岂会真的让贤哥住在洞里？那不过只是门口的一个障眼法罢了。才短短1个月，
我们为了活命苟延残喘，你竟然建了个望雨楼出来。果然，有钱人到哪儿都能有钱。哎，你能把你发家致富的方法分享一下吗？啊？那你还缺合伙人吗？打住！不瞒你说，前些天贤哥让我去接应你们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拒绝的。你已经毁了我一个望雨楼了，我如今的事业，求您高抬贵手，千万不要再沾染了。燕回，贤哥，笑死我了！哎，有话好好说啊，抱什么抱？脏兮兮的。你才脏兮兮的！说什么呢你？失味了。哦，吃味儿了。那你是不知曾经我们俩花前月下，同床共枕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逗他了。啊，贤哥，我有好多事要跟你讲。我也是，走，走吧，走开吧你。哎，你能不能管管他？不能。风公子，我也有事要与你商议。啊，你是陈毅的义女，在永州城是为他办事啊？嗯，只可惜我在永州的时候没能救下云溪公主。后来我回到青丘，想将此事禀报给国主，却总是被国主尚在闭关，不得打扰的理由所拒绝。但事关公主之死和妖族安危，我便动用了国主给我的信物，这个九瑶琴弦，想和他取得联系。没想到联系到的竟是二公子长兰。然后呢？我怀疑长兰有意，便割断了琴弦，与千硕找了这石洞躲了起来。千硕为了帮我找国主的下落，利用花围成立了花报，四处帮我打探消息呢。我就说那花报上的暗文看着有点眼熟。可我还没有找到国主，青丘王宫就传来了是你杀了国主的消息。我知道其中必有蹊跷，担心你出事，就让凤千硕暗中接应。贤哥仗义，我就是被长兰陷害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他现在在为黑气之主效力。黑气之主？你是说那个邪修之首、万恶之源？我现在也是借他的力量活着的。你看，你怎么会这样？说来话长，你先坐。当时天耀为了救人，掏了我心口的护心铃，把素影钉死在了广寒门的主座上。我为了活命，就……什么？那你和他过去的恩怨就让他过去吧。我现在无论是为了活命，还是洗刷冤屈，都要先找到陈毅大国主。我帮你。不行，你跟凤千硕刚在这儿过了几天安稳的日子，我不能让你为了我又入险境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而且找国主也是我本来想做的事情，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现在唯一可能知道陈毅国主下落的人，就是白晓生。白晓生，他也来了。不过他现在晕了，在天耀的乾坤袋里。啊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不错。我想以燕回的名义入伙花报。你凭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种行为叫做助纣为虐。他亏了，算我的。哼！你在永州城时，还是靠玉力介绍生意，帮妖怪治病赚点小钱。你说亏了拿什么来抵啊？你的清白吗？你看看，够不够？这什么？这是？这值钱吗？这个确实不值钱。你再看看。够，绰绰有余。下了。嘿，找个合适的地方将他安置，倒在这里，
着实而已。都依你啊！好的，慢走不错啊。现在外面这么乱，又有人在追杀我们，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醒啊？这药到底管不管用？我来。别问我，你记住了。白小生，你醒了，这药这么管用啊？幽冥赋的一本呢？你们该不会没整亲吧？啊？不对，你们来的时候不是穿着嫁衣的吗？亲，成是成了，但是那个毛笔记没有给你们翻译是吧？我就知道那个老头靠不住。人呢？找他算账去啊！哎呀，不是，他中了长兰的瞳术，误以为我杀了大国主，正在追杀我。哎呦，个瞎子有爱我的事。说，你为何会知道长兰的秘密？你出事那天，为何仓皇而去？又是如何被长兰关起来的？干你什么事儿？问你你就答。你最好实话实说。那日，黑旗之主要我把幽冥赋交给他，他利用我的真身，在我的梦境里召见了我。尊者，幽冥赋为何迟迟不交于我？尊者，如今这幽冥赋已握在玲珑的手里，他手里握着赤焰龙牙，专克黑旗。我拿他实在是无可奈何，终究还是我的能力不足，被他撤走了，耽误了尊者的大事。白小生，你当本尊是你手中的皮影，可以戏耍？你对那名玄门女子的心思，以为本尊看不出来吗？最后给你3天时间。你要是交不上，我留你也没用。是。我醒来之后，却又遇到了童术师。那时我才看见，他就是长兰，还跟他起了冲突。因为之前，我放出一缕影子潜回主中。想让你们发现，将你们引到我被囚禁之地。走。后面的事情，你们就都知道了。对不起啊，都是因为我。不怪你，但这一次，我可能真的得把幽冥赋给拿走了。3日之内，若是不交出幽冥赋的话，我这小命可就不保了。幽冥赋不会给你。奇怪了，这幽冥赋也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插什么嘴呀？跟你更没什么关系。罢了，给他吧。总不能看着他去死吧？为何不能？他拿了幽冥赋，你怎么办？算了算了，我再另外找方法吧。等等。咱俩都别急着去送死。既然他们这么想要幽冥赋的话，那我们给他们便是。我要跟你谈笔生意，稳赚不赔。您吩咐。这么爽快？幽冥赋，幽冥赋，刚印出来的，真的假的呀？给我来一份，给我来，给我一份。钱，我们荒唐，童叟无欺，给我一笔钱。这花子老板真乃神人也啊！对。给你。
严先生，就是他们！严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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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情？严先生，我有幽冥赋，我要领小钱，我要领小钱。严先生，去哪里领钱啊？对呀，去哪里领钱？严先生，你们这胡闹！哪来的这么多幽冥符？我手里的就是幽冥符，你看，去，赶紧。的确是幽冥符。严先生，请求王公发布悬赏令，凡夺回幽冥符者皆可有赏钱。你怎么言而无信呢？对啊，我们要赏钱，我们要赏钱，我们要赏钱。严先生，严先生，我们要领赏钱去。是，别闹了，你们跟我来！啊！领赏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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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钱了，有钱了！哎，这玄门恶女还真会算计呀！盗走秘宝，杀害国主，现在又要用青丘的秘宝来掏空我们青丘的国库，快，去把悬赏令给撤了！去，是。这若是他在为玄门做事，那为何又将幽冥赋送与天下呢？哎呀！走走，外面没人了。哎呀，真没人了呀！不愧是你，想得出这种方法呢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懂他们。慧慧啊，真的是为了救我，竭尽了全力了。不，我是为了救我自己。没有了这些青丘杀手妖怪，我们可以去寻找真正的大国主了。你知道陈毅的下落吗？我之前啊，在长兰的影子里面下了一手，虽然不知道陈毅的具体位置，但是我知道派出去找陈毅的人都前往了黑河原。黑河原在此处西北方向，距离甚远。我们会去的。这个东西，你快送去吧，省得又要挨罚。你给我真笨！听听假的，福音肯定会发现的呀。待我上交了这个幽冥赋，我就重新获得我的自由了。等到时候，你该上路了。我一定会来找你的啊！那黑气之主厉害得很，你千万小心。那我走了。还不走？嘎斯。走吧。你们去哪儿？带上我。贤哥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去？什么？你要和他们一起？黑河原所在之处，万物澄净，任何力量都会被消解削弱。国主若是在黑河原这么久，还没有被长兰的人抓到，说明他已经找到了一个隐蔽之处。你们俩就算去了，也未必有结果。我身上有国主给的信物，有他在，国主才肯现身见你们。那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你得留在这里。贤哥，你别去了，你与此事无关。我不想你因为我涉险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你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吗？你留在这里，一呢是能更紧密地关注青丘王宫的消息，等我们回来也好接应我们；二，若是我们遇到危险，你还可以和我们里应外合来救我们。好，那你一路小心，有什么消息我会通过花报传给你们。好。黑河原路途遥远，我们启程吧。啊，这么快啊？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贤哥的。你放心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
我们走后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此前太多杀手经过，这个位置已不再安全，你最好换一个地方。好。拜托。哼，走，贤哥，我们走。走了。小心点，贤哥。 这是我的明春青石墨呀。我写在那婚书上的字迹，怎么会散落在此处呢？辰时之后，4时之前，正是燕回杀害国主的时候。那如果彼时燕回在这儿，那杀害国主的是谁呀？你又如何？ 叶先生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没想到你这个瞎子，当真是童术师。 老夫中了你的奸计，叶先生，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只不过就是你想囚禁老夫之地。老夫冤枉了龙主，如今落到你的手中，唉，也算老夫咎由自取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这个地方。 就是从小关押着我长大的地方。700年来，青丘一直抹杀我的存在。但我想，严先生定是知晓我存在的。只是你的选择和先王一样，从来认为青丘的规矩远比一条性命重要。 青丘国主只有一位，双生子，同样的相貌，势必乱国。唯有废除第二子，方能避免祸端。这就是青丘的规矩。好规矩！严先生如此讲究规矩，那你可知晓，弱肉强食才是这个世界上。 最大的规矩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允许你再说话。这个就是我刚定的规矩。凌飞，燕回，妖龙也在。你这玄门的叛徒，勾结妖龙，还投靠青丘长兰。你在说什么呀？还装？青丘的长兰骗我到青丘地界，他要暗杀我。这关我什么事啊？反正你看我不顺眼，我说什么你也不会信吧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 我要回玄门，没人拦着你啊！你少给我耍花招！我知道我现在打不过你，我不会拦着你。
怎么不分善恶？长兰做的恶，隔了8重山也能怪到我头上。他误会你了，但长兰骗他来议和，恐怕是真的。长兰骗他来议和，又想杀了他，图个什么呀？或许图个天下大乱吧。他不能死在青丘，玄门派人过来议和，他却在青丘遭到暗杀。此事传出去，玄门人必定难压怒火。如今玄妖关系本来就非常紧张，不能再这样。那要不把他抓回来，送回玄门？治标不治本，救了一个灵妃，救不了下一个。长兰似乎要挑起2界的战事，唯有将长兰从王宫赶出去，让陈毅回来主事，方可解决此为难。没有时间休息了，我们得尽快赶到黑河园。这地方怎么有些诡异啊？我的灵力似乎变弱了。此处靠近黑河，受黑河结界所影响，玄妖之力皆会被削弱。就是再厉害的宗师来这儿，也会变得与凡人无异。我的黑气还能用。想来黑气并非玄妖之力，能不受干扰。玄哥，比心，给我，给我！什么龙主啊，龙主夫人，不过如此呢。这姑娘普普通通，竟然让玲珑舍得把识海中的9颗主星都给她。要是有人对我如此牵挂，那该多好呀！你是谁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是长兰大人让我把你抓来。但是现在，我一不小心看上你。如若你愿意休妻，与我长相厮守，我就放开你，你看如何？不可能！仙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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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仙哥，起来！燕魂，我们这在哪儿啊？谁抓了我们？不知道，估计是跟我一样能使用黑气的邪修啊。你先拿着9妖琴弦去找大国主，一定要比长兰先找到。不行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没事，天耀不知去哪儿了，我还得先去找天耀。你赶紧走吧。可是没关系的，万一遇到危险，我还能用黑气与他争斗一番。快走，快走吧！那你万事小心，我先走了。快走，小心啊！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妾身的脸蛋呢？脸蛋呢？我的脸蛋呢？你的脸蛋不是在你自己脸上吗？
妾身就是为了那姑娘漂亮的脸蛋儿，结果你却把她给放走了。怎么？你不会想拿你这烂脸来陪我吧？谁脸烂了呀？你才脸烂呢！哎呦，你是要容颜没容颜，要打扮没打扮。哦，这还带了一朵什么花？哎呦，装可爱呀，有速度，简直脏了妾身这七彩琉璃的眼睛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妾身这旷世的容颜。哎呀，看妾身这嘴唇，薄一点呢显得薄情，厚一点呢又显风尘。看妾身这鼻梁，哎呦，高一点显得刻薄，矮一点又显敦厚。妾身简直爱死我自己了。只有妾身这样的容貌，才能配得上那世上独一无二的玲珑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妾身把你留下来，也没别的事儿。你要是想活命，就让那玲珑赶紧把你休了。我想做龙主夫人。好啊，那他得见到我才能把我给休了吧？你愿意被他休啊？哎呦，啊，也对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天耀，你赶紧让他把你休了，然后把你识海里的9颗星星都给我。9颗星星？我识海里的。你给我的？你别做梦了。为什么不行？妾身不比她漂亮啊！我不是因为她好看才给她星星的。你是因为她丑？哎呀，你是在可怜她呀！我丑？我的玲珑大人还是个大善人呢。但论可怜，妾身才是最可怜的人呢。妾身名为隐魄。当年也是普通的小妖一枚，我那爱人竟然贪恋他人美色，辜负了我，可恶！后来长兰大人赐予我灵药，可是那灵药每次服用痛彻心扉，剧痛无比呀！可姐姐我忍了，为的就是保持住这旷世容颜。一直等到我这世间最珍贵的真爱出现。玲珑，你就是我的真爱呀！你可怜可怜我，可怜可怜我吧！姐姐，你有被心爱之人捅过心口吗？心口？你被心爱的人肢解过吗？啊？肢解？在场的3人，有2个人都比你可怜。论可怜，你比不过我们。我知道，那9颗星星，我受之有愧。可再不济，也是要把星星还给他呀。也轮不到你吧？啊？哎呀，我不管，妾身就是要做龙主夫人。快把你那星星给我，否则你们俩都得死！等，你坐好，你别生气嘛，你别急。你看啊，这玲珑这么倔，我要劝劝她。要不你让我俩独处一会儿，
我好好劝劝他。休要耍花样！这厮真的解不开。这石海里的9颗星星怎么回事？之前在永州时，我曾与钟瑶赠予你石海灵力，那个9颗星是那时的遗存。可我为何在石海里没有见过？先前你的心口有宗师的封印，如今你又被黑气所控制，自然无法看到石海的全貌。既然如此，我刚刚不知道9颗星从何而来，不敢轻易答应荧惑。这么听下来，只不过是灵力遗留。不如我们先把星星给他，我们再智取，好不好？不可。有何不可呀？如今在这里，荧惑的法力在你我之上。我是不会给他的。此事莫要再提了。哎，你的赤眼龙牙呢？赤眼龙牙？站住！我等奉长兰大人的命令，前来捉拿尔等。是。山上有一朵雪莲，端坐群山之巅。他们说，他一生千年，有他就得到了永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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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自由行走的花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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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是自由行走的花。他在他的石海留下了9颗星星，可真是情深如海。如果我也能得到这样的深情对待，该有多好！我将他抢过来，便也能得到这样的深情了吧？你说这个荧惑到底什么来头？这路子怎么这么野啊？我也不清楚。如今被黑河源影响了，我并未看穿他真身。装可爱，简直脏了我这七彩琉璃的眼睛。世间的妖怪，或多或少会保留化形前的癖好，他喜欢的、害怕的，都会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来。若能知晓其真身，便可对症下药。知晓真身，轻对松下症下药。这荧惑之前透露出的蛛丝马迹，那你都发现什么？你看啊，他名为荧惑，对自己容貌极其在意，又喜欢亮闪闪的东西。更奇怪的是，这里明明到处都是灯箱，却没有一个被点亮，而且他还会用丝来绑你。或许是化茧成蝶的。这荧惑的前身，其实是一只蛾子吧？应该就是，可此时我无法制服他。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原始且不用灵力的办法，说不定可以制服他。你们俩商量的怎么样了？是谁休了谁呀？你这个扑棱蛾子，赶紧把我们给放了！哼，你没有搞错吧？这放可是放不了喽，妾身必须要他留下来陪我，留下来陪我，留下来陪我。你做梦吧你！你才做梦！只有妾身这盛世容颜，才能配得上他。哼，你配把锁再配个钥匙，你都配不上他。你才配不上他呢！哼，我现在就要摸他了。这兔子，你试试！
我要亲亲。你敢亲他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啊！你敢碰他，我剁了你的手！啊！你敢看他，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！哎呀，我好怕怕呀！你以为我真怕你啊？还以为你在做什么法，结果就放了把生了锈的破剑，就想弄我？没门儿！我就是要，当着你的面，你还看他，把头转过去。你以为你可以对付我呀？当然可以呀！哼，可以的话，不妨试试。好啊，那我就试试吧。妾身就是要亲亲。牙疼啊！牙疼？为什么会牙疼啊？你主人清白都快没了，你快给点力啊！赤焰龙眼，你就算头出血了，你给我忍着！牙能出血？哎呀，我不管你牙有多疼，我就是要亲你。你看，叶欢，叶欢，天耀，身体可还好？这是哪儿啊？黑河原。荧惑竹林之后，陈毅修行之处。陈毅，贤哥找到大国主啦？是大国主救了我们吗？他打散了荧惑身上的黑气，让他重新变成了一只竹蝶。不是说无论仙妖在此处都无法使用力量吗？他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不愧是大国主，他已经开始翻译幽冥符了。真的？那我有救了。他在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等等，贤哥会带你去的。先把药喝了。好苦啊。杨慧，你可有再对我动过心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是因为你昨晚我昨晚说了那些话。哪些话？你敢碰他，你试试！你敢亲他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敢碰他，我剁了你的手！你敢看他，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！
我是怕他打你。你说如此，我便信是如此。麻烦你克制一点，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，我是不会再喜欢你的。我诚心诚意的建议你，恪守道心，成为一条遨游天地的玲珑，不要沉迷于世间感情。沉迷感情是没有前途的啊！这些都是我之前说过的话，我得牢记背诵，每天1遍。让夜晚也有彩虹，写满了篇章，你是燕辉，浪漫是起点，融化我全部。我有时候总想，20年前，我若遇见的是你，会怎样？20年前我还在娘胎里没有滚出来呢。你笑什么呀？能遇见你，便也是极好。我还在奢求时机，是我太贪心了。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国主这么快就将幽冥赋译完了，之前的毛笔经可是译了半天也没弄出来个全本，他果然是在拖延时间。幽冥赋呢是国主夫人写的，所以其中的所思所想，国主再清楚不过了。那国主大人好相处吗？有没有什么礼数要守？他要是像毛笔经一样守规矩的话，我要是不小心冲撞了他，那我岂不是又得不到幽冥赋了？我定会帮你拿到的。国主随和得很，放心吧。哦，前面就到了。此处似乎见过。那是银月崖，是国主与国主夫人的定情之处。你们或许是在国主夫人的屏风上见过。原来如此，此处果真如玄岭夫人屏风上所描绘那般空灵。好干净的气息啊！是陈毅的气息。走吧。国主，长兰。国主和长兰是双生子，所以容貌自然是一样。玲珑天药。没想到你能够冲破封印，重回世间。不过天意成全。大国主有礼啦。燕姑娘，大国主知道我。你的事，贤哥都有告诉过我。若雪岭他知道是你拿了幽冥赋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雪岭夫人所设关卡，道道高深机密，我只是机缘巧合才取得了幽冥赋。燕姑娘谦虚了。幽冥赋我已经译完。谢谢。幽冥赋可需2人一同修炼，并没有这样的规矩。难道严先生他为难你们了吗？唉，何止是为难，简直就是下了死手。严先生虽然为人古板，却是十分正直，我跟雪岭都很信任他。我还有疑问，幽冥赋是否能够消解黑气，或助被黑气所困之人摆脱控制？能，也不能。黑气是独立于玄妖之外的一种力量，想要控制它的话，就只能成为更强的它。其实幽冥赋是符音的心法。符音，
或者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黑气之主？我见过他。幽冥父所修炼的气，并非是天地的灵气，也都不在妖族跟玄门的术法体制之中。黑气混沌，自成一体。薛令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去研究，也都没有想到破解它的方法。除非修炼其功法，让自己成为另外一个黑气之主，那就有可能摆脱符印的控制。这是以毒攻毒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此前，在萤火竹林，你对萤火……那个时候，我打散了他身体里面的黑气，也同时打散了他所有的武功修为。引火为妖，化回原形，从此不能再修炼。但给我打散出来的黑气，它永远都不会消失，而是重新再回到黑气之主的体内。可是不对啊，他的赤焰龙牙可以斩黑气。你可以。你有如此修为的话，为什么还要练幽冥符？我的赤焰龙牙的确能够斩灭黑气，但却无法解救被符印黑气所困制。那现在倒也不迟。我想邀请两位在这里耽误一些时日，或许我们可以研究出对黑气相生相克之道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修炼幽冥赋也需要时间。如此，便叨扰了。尊者，这次倒挺准时。尊者，您曾经答应过我，若是我替您拿到了幽冥符，您便会将我的真身还给我。但如今，我想换一个愿望。你要换什么？我希望您可以将燕回的自由还给他。白小生，看来我之前是对你太过纵容，以至于让你有了妄念，自以为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我的真是……幽冥赋、燕回，还有你的真身，一个都得不到。恨我？我喜欢你这种感觉，越多越好。但可惜，我没时间搭理你。雪里，阿浅，这里有没有半句是写给我的？会有吧？会有的，会有的。贤哥，贤哥，千硕，千硕是你吗？是你吗，千硕？哎呀，没想到我复刻的化为当真能成功啊！
此前我也给你发了2次，但都没有收到你的回应，我还以为我失败了呢。前些日子一直在路上，或许是我疏忽了。真好，千里之外还能听到你的声音。我也是。啊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大国主，等燕回练好了功法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启程回青丘王宫了。不愧是我的贤哥，唉，若我是燕回就好了，定能将那功法快快练会，这样便能让我的心上人早日回来了。油嘴滑舌。一队邪修正在靠近，一队邪修正在靠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千硕？是不是长兰发现你的位置了？没事吧？无妨，他们还找不到我。我可将这对邪修引开，闹出动静，吸引那长兰的注意，为你们争取时间。你自己千万小心啊！好，你也是啊。我知道。那我去了。国主，国主，你怎么在此？我日日皆在此处。为何？这里就是我跟亡妻相别的地方。之后每天的清晨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。不知此处是雪岭夫人安睡之处，我应当在她墓前一拜。他并未留下尸身。当年他书写幽冥符，自己要去修炼。当他练到幽冥符第8层的时候，他深知自己很快就会油尽灯枯。他不想自己被黑气吞噬，所以他就用双化术，打算把自己识海封印起来。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天，他穿起了嫁衣，在这里为我跳了最后一支舞。
我族偏居于西南，天气炎热，根本都不会下雪。但是那几天，大雪漫天，下了10天10夜，天地之间也都是一片肃高，就好像是为了祭奠他一样。国主，为何与我讲述这些？世人一直认为青丘的幽冥赋是世间的至宝，但从来没有想过，要修炼幽冥赋，到底要承受多大的苦难。燕姑娘，我想问你，你有赴死的决心吗？这个世上，本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容易的。我练幽冥赋，为生，不为死。为生，不为死。雪岭，希望他们的宿命不像我们。凭你们几个货色，也想抓我？追！来啊，追我呀！这边！来啊，追我呀！我在这儿呢。在这边！这里，笨蛋们！这哪儿啊？声音就在这个方向，怎么不像？是啊，这没有啊！长安大人，长安大人。原来就是这个玩意儿在天上戏弄我们。不行，华尾里面有贤哥的下落，不能让他得逞。算你跑得快。黑气乃世间极物之源，唯有驱除，世间方可安宁。如今尚未可解，唯愿后继有人。黑气乃世间极物之源，我的阿姐，没想到最后，你宁愿自尽，也要我死。雪莲，你要我死，便从地府里爬。否则，我终将颠覆这世界，让你死无名。福音寻找幽冥父亲，只是为了雪里。五心朝天，坐于湖底，静心欲绝，悟其意博，思其理当，只感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。随眼入脑，脑转则目眩，方见两物。哎呀，这都看得滚瓜烂熟了，怎么还是一点窍门都没找到？
看起来，倒着看，倒是挺像净明心法。倘若能用净明心法参透幽冥赋，岂不是事半功倍？未免走火入魔，我还是去问一下陈毅大国主吧。我刚才观看你的识海，才知道玲珑原来是天地之间至清至阳之气孕育而生，跟至浊至阴的黑气是最为相克的。只可惜你当年久居龙谷不出，不然以你得天独厚的能力，若相助我们去对付福音的话，现在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局面。当年我偏安一隅，不愿问世事，后遭人所骗，身体残缺，致使妖族被玄门欺压，天地失衡，黑气滋生。待燕回身体康复，我会重新担起我的责任。国主这是何意？我替青丘谢过天地玲珑。快起来吧。这不过是我早该做的事情。陈毅国主，燕回，你也在？你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正在商讨对付福音的方法。幽冥赋看得如何了？来来回回看了好多遍了，都背下来了，也没找到什么入门的办法。不过有一处有些熟悉，这儿写着“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”，倒是和陈星山的净明心法有些相似。净明心法？净明心法乃是整个玄门的所有法术的基础。我曾听凌霄真人说过，玄门9派万般法术，皆是由净明心法演变而来。我在陈星山修行了10年，对净明心法也是倒背如流，算是有些参悟。说来，国主夫人此前曾在陈星山修炼过，不知这幽冥赋与净明心法有没有什么关联？这个我倒是没有听雪岭他提起过。如此，我便是真的找不到入门的诀窍了。燕姑娘，别心急，修行一定要循序渐进，我们就从第1层开始突破吧。还请陈毅国主指点1、2。倒是天耀，我想你要先回避一下。为何？修炼幽冥赋会承受经脉道行之苦，我觉得燕姑娘她肯定熬得住，只是怕你不忍心看下去。哪有什么忍不忍得住的？我留在此处，为你们护法。好，修炼幽冥赋，你一定要在每天的子、午、卯、酉4个正时，在一个阴气最重的地方，要面北而坐。现在正好就是卯时，我们银月崖也都是背阳向阴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修炼吧。好。五心朝天，指尖朝前，开丹田，一呼一吸，引寒气入丹田。苟活之命，竟妄图修行我的功法。天耀，莫要心急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靠他自己了。
还需多久？还有12个小周天。妖怪，现在只是入门，他每突破一层，经脉逆行之痛则会更胜一层。天瑶，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当年雪岭在修炼的时候，我也是恨不得以身代之。雪岭亡故时，你可有遗憾？不曾为他冒过险。我要担起我妖族的责任，我就不得不狠下心。我已经负过他一次，我不想再负第2次。有不速之客，你在这里照顾他。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长河辅导，去教是。长河辅导，去教是。长河辅导，去教是。静心远绝，其意魄，思其理当。脑转增无旋，方见良物。长河辅导，去教是。心朝廷，左右护体。静心远绝，悟其意魄。你以为陈毅能救你？虽言若你以为修行我的功法，血取而代之？见良物，思其理当。脑转增无旋。你以为有幽冥护你，你便能修我功法？别做梦了，唯有臣服才可得永生。蝼蚁夜回，听吾之令。妖怪，快走！快走！掏出护心灵。天瑶，快走！走！妖怪，掏护心灵，掏护心灵。护心灵。护心灵。斩了黑化。斩！
疑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方才做的不错，就应该这么干脆利落。黑花一战，我命不久矣。但我觉得死亡并不可怕，比起之前等死的日子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天瑶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难受？燕辉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天瑶，你怎么回事？燕辉，你别怕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自从你我相遇以来，你曾多次施恩于我。若能以此命换你余生，也算得偿所愿。换明朝，就可惜又或说，有人愿意用他的命来保我的命，是说用你的命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落雁会消声。燕辉，我现在将石海酒献给你，他会替我护你性命。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。此生一瞬燕辉，希望取完身体后，你的人生都能平安顺遂。那时候，你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死，你是拿你自己的命去和素影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你不愿意接受。年年日四月，终难成全。清香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动容颜，细数相识，烟雨无尽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燕辉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我不难受。怎么可能不难受？不要！
以后你就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了，吃你想吃的包子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爹，为什么长得这么快？为什么长得这么干脆利落？爹呀！方才一战，才可还。此刻相拥。你就别怪我了，你就别怪我。怪你，我不怪你，你不要走。我还想跟你一起去吃好吃的包子，我还想跟你。水尽人间，春风来依旧。我走了，爹呀，你不要走。带着你的回忆，盛满了来路。回首几度过往，寻找你曾经模样。只手想看今年人间繁华依旧，此间有时。完美了，天瑶，天瑶，天瑶也没了。耀辉。以为一条偷偷汹涌，情不自禁温柔。天耀，我是真的喜欢你的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我是喜欢你的。洒满星空。信念的梦，让夜晚。你到护心岭之前，我就喜欢你了。你到护心岭之后，虽然我怕你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。你带我从青丘王宫里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。我已经彻彻底底没有后路的喜欢上你了。可是我再也无法亲口跟你说这些，怎么办啊？这只是在梦里，你再也听不到我说这些话了。是不是等我醒了就不讲了？我不要醒。这不是梦，都在梦里了，你还骗我？真的没事。喝完了没？喝完的话，赶紧上药了。你怎么也在我梦里啊？你不认得我了？这才几天没见面，
真的是。你干嘛？不凉吗？这真的不是吗？真的不是。眼回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抱歉，是我让你担心了。他还活着，但是如果你再不上药的话，你的头发可能就活不了了。头发？我的头发哪儿去了？可能是我的龙焰在斩断黑气之时烧到你头发了。还会消失吗？不会，肯定会。你这药有用吗？陈毅亲手熬的，先试试看吧。多涂点。那可不得多涂点嘛！毕竟我们3个人之中，应该没有人有秃头的经验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话说的，要不是我力挽狂澜，你这护心灵都归不了位。护心灵又回到我体内了。你这头上黑花都斩了，可不就能还灵了吗？闹得你死我活的。唉，果然啊，我还是比较擅长做这种事。是了，还有这个办法？这个世上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同时拥有颜和能？护心灵在你体内，若被他人知晓，恐怕会在日后为你招来祸端。我此前并不知你心意。好肉麻。若能以我生死换你死后安宁，自然最好。你们最应该感谢的人不应该是我吗？啊！我穿越了山河大海，10万火急，干回来就是为了救你们。好，谢谢你。多谢。唉，你俩这姻缘呀，这到底还是得靠我撮合。你在给他幽冥赋时，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了真相。我被他关在水牢里，发现福音宫殿的水竟然有他记忆的残像。我能看到他记忆里跟我相关的过去。此子天赋异禀，如此年纪就能化影为仙，假以时日，打败长老你并非难事。影族族长优胜劣汰，能者居之。影族出此神童，本座不知是该为影城长老欢喜，还是堪忧呢？白晓生就是神使预言里的恶童，他今日能欺凌同伴，明日必将能屠尽影村。那我把他远远的送走。不行，唯有献祭尊者，影族才能避免灾祸。
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影妖的身体能够阻隔世间万物，他为了避免被外物所伤，利用我的真身，制作了一件黑银斗篷。我是怀璧其罪。 有了这件影袍，我就可以修复我的身体，再也不用担心被他所伤了。福音似乎被某个高人打伤过，他惧怕这个人再次出现，所以才要借助影袍的力量来保护自己。可惜我看不到那份记忆，并不知他是如何被打伤的。 我20年前确实在龙谷打散过一团黑气，但我并不知道那是谁，也不知道伤的是否是他。你现在真身还在福音手上，那你来找我们，他要害你岂不是很容易？他对我另有图谋，要是我真的身亡的话，他也不会好过。不过，我却可以对他做点什么。什么？ 报仇，不然我还能想做什么？啊！多亏了这件影袍，不然又要和20年前一样了。千年玲珑，若能取其内丹助我练功，从此以后。 世上玄妖再无可伤我。放在那黑气好生奇怪，到底是何物？玲珑之火。长兰，尊者。 玄妖两界3重山之争，何时能起战事？青丘者众都已经中了我的幻术。陈行山林飞，我本想将他斩于青丘，挑起两界的纷争。可是现在想起来，我认为把他留着可能更有大用。待他回到玄门之日，那就是玄妖两界开战之时。很好。 你做的远比白晓生更好，尊者。白晓生恐怕一生一幸。无妨，由他去吧。你倒是跟长兰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！你倒是跟长兰口中所说的不太一样。我来。你被他囚禁这么多年，他还会在你面前提起我？他跟赵玉在议事的时候，偶尔都会提起你的名字。在我神识清明的时候，我有听过几句。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。大国主，我此番来寻你，是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？我在福音的识海中见到了你的身影。
我想问大国主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封印他的？其实当年，并非是我一人之力把他封印的，而且，他也并非封印在识海之中，而是封印在陈心山青广真人体内。青广真人，那是我师祖。他不是在蛇可摘星辰上闭关吗？当年雪岭他为了要阻止四处作乱的福音，独自去修行幽冥符，打算让自己成为黑气之主，然后将其吞噬。他意图吞噬福音后，在黑河原了结生命。可是，雪岭终究没练成幽冥符，反而因此坏了根基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喝一点。但福音四处作恶，不能再放任下去。他只好举行青广，请求相助，欲合我们三人之力，封印福音。我在旷野上建阵，雪岭造罗盘，吸纳黑气，青广压阵。阿姐，相隔100年，你唤我前来，是愿意回到我身边吗？肆虐，已然伤及无辜。我不能再眼睁睁看你继续下去。我尚未找到破解黑气之法，如今只能将你暂且封印。你骗我！是来封印我的！你骗我！你骗我！雪莲！乾坤有极！
我此前在罗盘里看到的景象，原来是青广，他以他的身体为容器，封印符印，而雪岭他在那个时候所受的伤，也都彻底耗尽了他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就依照他的心愿，把幽冥符封印在屏风之中。但是雪岭他到临终之际，也还不知道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他只知道，修炼幽冥符的话，便能以黑气去破解黑气。而青广，他回到陈心山，便一心压制在身体里面的符印。后来20年，我才知道，他彻底已经把自己封印了起来，在守可斋星辰里面。我猜，这跟符印脱不了关系。原来凌霄每年都上守可斋星辰，是为了帮师祖守镇。这些年来，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找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15年后，我终于知道怎么去击杀黑气的妖术法。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长兰成了符印的信徒，还学会了通术。15年前，不正是长兰献祭了幻妖一族，打开了符印石海入口的那一年？ 15年前，之前符印被关在守可斋星辰的时候，恰好让我有一段自由的时间。那个时候，我时常在他石海里寻觅，但是从未找到过他。直到15年前，他再次出现，告诉我，我有了一个新盟友。之前我不告诉你们，是因为不敢与符印彻底翻脸。 大国主，这毛比金不是说过青丘的双生子第2个应该要被关起来的吗？所以他怎么出来的？又是怎么成为符印的大将来祸害你的？这要说到更久远以前的事。我们虽然是双生子，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存在。后来在先王离世后，赵玉他告诉我，他不忍心再看长兰受苦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。 我是还有一个弟弟的，那个时候我和雪岭刚刚成亲。经过商议之后，我们就决定让长兰永远的离开这个地牢。可是他跟我说，他不想待在青丘。我也特别理解，就放他离开。后来我知道他去了洛川龙谷那边，一直在那里生活。我听说他在龙谷很好。那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 说来，他也算是你的旧友，怎么连你也打？长兰，他来洛川龙谷之时，并非是个如此行事之人。我的赤焰龙牙，亦有他的一份祝福。难道是因为你遇见了素影？ 他那时的确劝告过我，让我不要轻信素影，但我并未听进他的话。他或觉失望，便离开了龙谷。此后我与他再未见过。不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，反正他现在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收集天下暴戾邪恶之气，助他变强。天下暴戾邪恶之气。 那是什么？怎么收集？引人向恶，发起战争。如果想要阻止符印回到这个世界上的话，第一步一定是先阻止长兰。那我们得赶紧回青丘王宫。现在想想，长兰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挑起玄阳2族之间的战争，好让他放出黑气之主。 我们必须带大国主尽快赶回去，来戳穿长兰的阴谋。凌妃说，长兰要刺杀他，他回到玄门大营，肯定会召集兵马来战，大难将至。而且，你的护心莲刚刚归体，还需静坐调息。嗯，你也要好好调息。
李飞长老，李飞长老！你笑什么？看你抱成这样，挺好笑的。其实啊，我离开的时间也没有很久，但是我可是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哦。我可真是对你情根深重的。怎么样，你呢？你想我吗？唉，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，当初就不会喜欢你了。白晓生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不考虑。好吧，我承认，天耀这个人是真的挺不错的。等你们分了，随时来找我，我绝对把正宫的位置留给你啊！时候也不早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不休息了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道别？你不跟我们去青丘王宫了？我要去把福音在这个世间的入口给封印住，阻断他跟长兰的联系。到时候你们去青丘对付长兰的时候，就会简单许多。你一个人去吗？2个。2个？一个我自己，一个我心里的你啊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走了。哎，溜得真快。耀辉，天耀，我给你做了一个小发冠，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？真好看，这发冠正好可以挡住我的秃头。喜欢。那我帮你戴上。一为一条偷偷汹涌，情不自禁温柔。我这一双阅人无数的双眼，果然还是没看错呀。时光走慢，点滴都是情书，洒满星空。天耀，在我们玄门，只有丈夫才能为妻子挽发。那你，我们不是已经成亲了吗？在月色朦胧的铜锣村，告知了亲人。在巍峨的青丘大殿，晓遍了天下。耀辉，你知道吗？送出婚书的时候，你便是我的结发之妻了。那您说话算话。说话算话。洒满星空，信念的梦，一生一世，朝朝暮暮，你我。我盖章了，这事儿定了，一辈子的。走了。我不曾怀疑，爱的真谛定义是你。我多幸运，有